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一个深刻的社会现象——缅北诈骗。诈骗集团不仅仅是一群非法活动的操控者，他们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与人性中的贪婪、无助、恐惧和自私紧密相关。诈骗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犯罪行为，它是复杂的社会现象，是在特定环境下人性阴暗面的展现。缅北诈骗集团的发展揭示了更广泛的社会、心理和道德问题，它不仅是一个关于金钱的战争，也是一个人性挣扎的缩影，以及它背后复杂的人性心理，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与道德的考验。诈骗集团的成功离不开受害者内心深处潜藏的欲望和贪婪。在现代社会，信息极度透明，人们获取财富的方式多种多样。然而，快速致富的梦想往往让许多人产生了捷径的幻想，尤其是当人们面对困境、压力和生活的不公时，贪婪的种子便悄然生根。缅北诈骗集团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他们通过精心设计的骗局，巧妙地诱使受害者陷入对金钱的渴望和幻想之中。投资骗局、虚假获利、高回报的难得机会都能让受害者短时间内忘记理性，只被一时的诱惑所吸引。诈骗者深知人性中的贪婪往往比理智更加脆弱，他们通过心理操控，使受害者在短时间内做出冲动的财务决策，最终走向了陷阱。这些诈骗团伙并不只是通过简单的谎言来达成目的，而是通过细致的心理分析和操控，让受害者从内心深处放下警惕，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个明智的决定。他们的策略往往以你也可以的方式进行渗透，让受害者感觉到自己并非是一个受害者，而是一个即将获得巨大财富的幸运儿。这就是人性中的贪婪与欲望。在诈骗集团的运作中，受害者并非完全被动。很多受害者在面对诈骗时，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无助，尤其是在被诈骗集团迫使参与的情况下，他们往往处于一种被迫沉默的状态。被骗的钱财可能是他们多年积累的血汗钱，也可能是他们倾尽一切希望为家人争取更好生活的储蓄。面对这些损失，受害者常常感到深深的恐惧，而这正是诈骗集团能够操控人性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诈骗过程中，受害者不仅仅是在面对金钱的损失，更是在面对自己价值观和自尊的崩塌。诈骗集团往往通过制造紧迫感和恐惧感，让受害者在恐慌中做出决策。比如，他们可能威胁受害者的家庭安全，制造虚假的法律或金融问题，迫使受害者在短时间内做出贪婪的决定。这种恐惧加速了受害者的情感反应，而非理智思考，最终导致他们被深深困在骗局之中。对于某些被骗者来说，甚至在得知自己被骗后，仍然难以接受现实。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内心的羞耻感让他们选择沉默，甚至继续相信骗子的谎言，试图通过再投资来挽回损失。这一心理过程反映了人性中的自欺欺人，不愿面对自己失败的事实，宁愿继续幻想可能的逆转。诈骗者的心理同样充满了复杂性，他们并非只是简单的犯罪者，而是深受环境、利益和个人欲望驱使的人。在许多缅北诈骗集团的成员中，很多人并非自愿参与，他们往往是被迫或被诱导加入的。一些人来自贫困的家庭，他们选择犯罪是为了生存，而另一些人则是为了快速致富，甘愿放弃道德的底线。正是这种环境和个人选择的交织，推动了诈骗集团的不断壮大。在诈骗活动中，诈骗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称。诈骗者对受害者的心理和情感进行精准操控，他们并不关心受害者是否能承受损失，他们只关心如何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诈骗者往往视受害者为猎物，把他们当作工具来利用。这种道德的缺失
是诈骗行为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诈骗者行为恶劣，但他们的行为同样是人性的一部分。在诱惑与生存的双重压力下，他们选择了放弃道德与伦理，投身于犯罪世界。这种堕落的选择反映了人性在生存压力面前的脆弱与自私，也让我们反思如何通过更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建设，减少类似行为的发生。诈骗集团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犯罪组织，他们揭示了人性中复杂的两面性。受害者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放下了警惕，而加害者则通过对人性的弱点的精准把握实施犯罪。两者之间的界限往往并不如表面那么分明。在许多情况下，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例如，部分诈骗集团的成员曾是受害者，他们也曾在类似的骗局中失去过财富。在经济压力和生活困境面前，这些人通过参与诈骗活动得以翻身。虽然他们清楚自己是在做坏事，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选择是基于生存的需要。这种情况揭示了一个问题：在极端环境下，人们的道德判断和行为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缅北诈骗集团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深刻的社会现象：诈骗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金钱和法律的问题，它更是人性中的欲望、恐惧、无助和道德堕落的集中体现。诈骗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远比单纯的加害与受害更为复杂。我们在谴责犯罪的同时，也必须反思如何在社会和文化的层面建立更加健康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让人性中的贪婪、恐惧与自私不再成为罪恶的根源。要彻底根除诈骗的蔓延，不能仅仅依靠法律和执法机构的打击，更需要每个社会成员提高警觉，增强对人性复杂性的理解，并通过教育、舆论和社会责任感的推动，促使更多人做出理智和道德的选择。最后，大家一定谨记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面对高回报一定要三思而后行。